今天我们来聊聊提领退休金与银行交易的那些眉角。最近长辈们间流传着一个耸动的说法，内容是10月开始，只要你去银行领钱超过某个金额，或者用某种方式领钱，国税局就可能会盯上你，小心你的退休金会变成罚款。这话一出，难免让人心头一紧。试想，一辈子省吃俭用存下的老本，正打算拿出一部分帮孩子买房、办婚礼，或者是提领一些现金在家防身，结果却听说政府可能因此找上门来课税罚款，这谁受得了？于是有人开始赶紧上网查证，有人则紧张地询问银行行员这是真的假的，甚至还有人真打算把提款额拆成多笔来躲避监控。那么这个传闻到底是真是假？简单回答，有真有假。它混杂了现行金融规定与税法观念，但又加上些夸大误导的成分。我们今天就要深入拆解这个议题，告诉大家背后真正的重点是什么，以及如何合法又安心地运用自己的钱，而不必担心平白无故被罚。首先，我们得先了解国税局为何会盯上你的银行交易。难道只是因为你领的钱太多，政府眼红想分一杯羹吗？当然不是，这背后其实牵涉到2大块规定，一是防治洗钱的申报机制，二是赠与税的课征。搞清楚这2点，我们就能明白该怎么避开所谓被盯上的风险。首先要说的是那个金额地雷，也就是50万元的通报门槛。有经验的银行客户可能都听说过，单次提领或存入现金只要超过新台币50万元，银行就必须向政府相关单位申报。没错，传闻中会引起国税局注意的那个金额指的正是这个50万的临界点。其实这并不是今年10月的新规定，而是早在2009年就开始实施的老规则。当年台湾为了防堵洗钱和非法资金活动，依据洗钱防治法定下这条门槛，金融机构遇到大额的现金交易，一律要在事后向法务部调查局的洗钱防治中心提交报告。简单来说，假如你今天去银行柜台一口气提领了60万元现钞，银行会在5个工作天内把这笔交易资料上报给调查局备存。这份报告英文称作大额通货交易报告，属于例行性的机制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心里一惊，什么？我领我自己的钱，为什么银行要通报政府？其实50万申报就好比你出国过海关要填报关单，纯粹是行政上的要求，并不代表你做错了什么。主管机关收到这资讯，目的是掌握资金流向，避免有人利用银行系统来洗钱或资助恐怖活动。绝大多数情况下，你的大额提款如果有正当理由，是不会引来什么麻烦的。银行行员顶多礼貌地问一句，先生、小姐，今天提领这笔现金方便透露用途吗？这并不是在刁难你，而是法律规定他必须收集基本资讯。你只要大方地回答，例如，我要付房屋装潢款，我儿子要结婚，领现金准备礼金，银行做好记录，接下来该提钱给你还是照提不误。这笔通报上去之后，通常也只是安安静静地躺在资料库里，不会马上有国税局人员跳出来对号入座，追问你是不是逃漏税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50万门槛并非台湾独有，在国际上也是常见的反洗钱标准。比如在美国，只要单日现金交易超过1万美元，大约相当于新台币30万元，银行就必须上报联邦国税局。加拿大、欧洲、日本等多数国家也都有类似的报告制度。台湾定50万，某种程度上也是参考国际做法并考量本地物价水准后的结果。所以并不是说超过这个数字就犯法，而是各国都划定一个金额作为监控的触发点。既然是多年来的既定机制，为什么最近网络上又炒作起10月新规呢？其实多半是内容农场用旧闻配上耸动标题来吓人。金管会和调查局近期都没有发布什么现金交易新规。正如我们前面说的，50万通报从2009年就是这样，并没有在10月突然变严格。国税局方面也澄清，银行提领现金是个人行为，税务单位无权主动监控你的银行账户，也没有任何电脑系统与各银行连线在窥探大家的存款。只有当出现可疑情况被通报时，国税局才会依程序调阅资料进一步调查，而且真有需要找你，
一定也是先寄正式公文通知或约谈，不会像谣言说的直接打电话来恐吓。所以如果你看到那些 X 月开始小心的讯息，先别被吓倒了，10之八九只是夸大其词的误导资讯。我们真正该关注的不是危言耸听的开场白，而是背后反映出的几件事。第一，大额现金交易的确存在被注意的门槛，但那是多年来的正常机制。第二，正常情况下，这种注意不会演变成对一般人的刁难。第三，国税局关注的重点在异常状况，而非无故盯上良民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松了一口气，原来一次领超过50万不是犯法，也不会直接被查税啊，没错。不过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，在什么情况下你可能真的会从被例行关注升级为被重点关注。毕竟制度在那，如果你的行为触发了一些警讯，国税局还是可能上门关切的。我们继续往下看，有哪些地雷是必须避免的。再来看看另一个陷阱，就是所谓化整为零，这种自以为聪明的领钱方法，其实暗藏更大的危险。想象一个场景，张先生最近需要周转现金100万元，如果他直接去银行领这100万，知道肯定会被通报，于是决定来个迂回战术，分成3天，每天领个30-40万，避开50万的报告门槛。在他看来，这样分散操作应该就神不知鬼不觉。然而银行的风控系统就像猛禽的双眼，对这类刻意切税的动作异常敏感。其实早在张先生第2天再度现身领钱时，银行的监控系统可能就亮起了警灯，连续多日接近申报门槛的大额提领，怀疑客户在规避通报。尤其第3天那笔40万，加上前2天的金额合计已近100万，这不是一般人日常会有的现金需求。于是银行立刻启动另一套程序，向调查局呈报一份可疑交易报告。要知道，前面说的50万通报属于被动且机械式的可疑交易报告，则是主动判断触发的。一旦金融机构有合理理由怀疑某笔交易涉及洗钱或资恐，不论金额大小都会上报。刻意拆单避开申报，正是常见的可疑行为之一。在许多国家，这种行为甚至直接被列为违法。例如，在美国，故意将现金交易拆开，以规避1万美元通报门槛，被称为结构化交易，一经查实会面临严厉的惩罚。台湾虽然没有把拆单明文定为犯罪，但实务上你这么做等同自投罗网，让银行和调查单位对你严密盯防。对银行而言，一个普通上班族或退休长辈，平时账户进出多是几万元上下，现在突然连续提领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现金，而且刻意分批，当然很不寻常。银行会审视你的身份和收入背景，如果觉得明显不相称，比如月薪3万的账户却1周内领出上百万现金，就有充分理由怀疑你是不是在处理见不得光的收入。此时他们宁可先报再说，以免放过了可能的洗钱线索。结果就是张先生原以为化整为零就万无一失，没想到适得其反，与其触发一份例行公事的50万报告，现在反而收到一份严格得多的可疑交易通报。调查局方面会仔细研判这100万的来源与去向，如果有需要还可能展开深入调查。如果很不巧再发现这100万背后牵涉逃漏税等问题，那国税局当然也不会缺席。那时候张先生将面对的就不只是填表说明用途而已，而可能是整体财务状况的大盘点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拆单分批领钱反而更危险。一般民众可能以为少说少录就安全，但在银行自动化的监控系统和训练有素的风控人员眼里，这类小技巧几乎是一眼就被看穿。银行有完善的系统分析客户交易模式，只要发现异常情形，即使单笔未达50万，也可能启动可疑交易的上报程序。与其偷偷摸摸，不如光明正大。一次性的大额交易按规定配合办理，大不了被问几句也就结束了。可要是左遮右掩，反而让你从清白人变成高风险对象。再次强调，50万通报本身并不可怕，真正要小心的是你的行为模式是否会引人怀疑。那些真正需要担心的人，其实是不法分子和有心逃避监管的人，他们才会用各种奇技淫巧钻漏洞，比如把大笔现金拆成多笔，
找人头账户、分散金流等等。如果你不是干那些勾当的人，就不必学他们的手法，老老实实按照正常程序来，反而安全无虞。相反，模仿那些阴暗招数只会害你无端卷入调查。提供一个简单的原则，保持透明，问心无愧。假如真的有一次性用到大额现金的需求，不妨事先跟银行打声招呼，比如先联系银行经理说，我下周可能要领80万现金用来支付工程款。银行不但可以事先备妥钞票，避免临时调度不及，也对你的用途心里有数。等你到了现场，他们核对身份，办好手续，点交现金，问起资金用途时，你也是坦荡回答，通报该走就走，但后续通常相安无事。甚至有时因为你事先说明充分，银行内部评估后觉得风险不高，可能连可疑交易报告都不用提呢。总之，千万别自己吓自己，更不要因为怕麻烦而弄巧成拙。接下来谈谈赠与税的问题。难道钱给亲人也要缴税吗？台湾的税制规定，只要是活着的人把财产免费赠给别人，就属于赠与行为，需要按照遗产及赠与税法缴纳赠与税。不过先别紧张，法律并非要介入我们每一份礼物，它提供了相当宽松的免税额。目前每位赠与人每年的赠与税免税额是新台币244万元，也就是说，一个人1年内赠与财产不超过244万，都不用申报赠与税，更不会被课任何税金，只有超过的部分才需要缴税，而且初阶税率也只有 10%。 举例来说，如果你1年送了300万给孩子，超过免税额的部分是56万，照 10% 税率计算，就需要缴 5.6 万税款，缴完也就结案，并没有刑罚或额外的罚金。当然前提是你有按照规定主动申报缴纳，相较之下，如果你完全不申报被查到，那才会有漏报罚款的问题。或许有人会问，我的钱当初赚的时候已经报税了，为什么现在送给子女还要被课一次？这其实牵涉到税制公平的考量。赠与税和遗产税是配套设计的，为的是避免有人透过生前大量赠与来规避身后的遗产税，导致富人能轻易传承财富而不纳税。设定一个免税额，让一般人可以在合理范围内把钱给亲友而不被课税，超过的部分则要适度课税，以维持制度公平。尽管大家可能不太情愿缴这个税，但至少台湾的门槛和税率在国际上算相当温和了，所以千万不要因小失大，为了省那点税反而违法。讲到赠与税，我们特别提醒几件事，以免有人误触地雷。首先，244万免税额是以1年内累计计算，而非单笔。有的人误以为只要每笔转账不超过244万就没事，甚至真的把一大笔钱拆成许多小笔，在1年内陆续转给孩子。这是错的。税法规定，同一个赠与人全年赠与金额要合并计算。假如你1月给了孩子200万，10月又给了100万，那全年累计300万已经超出免税额。就算每笔都在免税范围内，总额超了还是得申报。许多案例显示，有人就是不懂这点，结果漏报前面的赠与，后面虽然报了，但没合并计算，被国税局一对账发现，全年总额超标，立刻补税外加罚款。再者，免税额是以赠与人为单位，而不是每个收礼人各有一份。有些人有3个子女，就想我每个孩子1年给他们244万礼金，3个加起来732万，反正每个都没超错。税务机关会看这位父亲或母亲自己1年总共送出多少，如果他1年送了732万，那早就超出免税额，需要申报缴税。而且如果没申报被查到，就不只是补税，还会吃上罚单。正确的理解是，假设爸爸妈妈各有244万额度，那夫妻2人合计每年最多可以免税赠与488万出去，但不管他们给几个人，这488万是一个总上限，而不是对方人数乘以244万。从另一个角度说，如果今天只有父亲1人赠与，他给一个人244万免税，给2个人各244万，就变成488万，已经超额。同理，母亲的244万也是独立计算。这规则听起来绕，但一句话总结，不要搞错免税额的适用范围，不然很容易误踩红线。另外，别忘了善用婚嫁赠与的额外免税额，政府对某些特殊场合是有加码礼遇的，
例如子女结婚。依规定，父母在子女婚嫁时，结婚登记日前后各6个月内，各自可以赠与该子女价值不超过100万元的财物，不计入当年的赠与总额。也就是说，孩子结婚那年，除了每位家长各自享有的244万一般免税额外，还能各额外赠与100万给新人，而无需课税。换算一下，一对父母在儿女婚礼时合计最多可以送出688万元，而完全免税。因为父亲和母亲各自都有344万元的免税额度，所以如果你打算在孩子婚嫁时资助一笔钱，一定要记得这项优惠，巧妙运用可以省下不少税金。最后一点，也是最重要的，不申报或瞒报的后果很严重，远比主动缴税损失大。有些人总抱着侥幸心理，觉得自己偷偷给孩子钱，税务单位未必查得到，尤其是以现金方式赠与时，表面上银行账户看不出转账记录，就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但往往纸包不住火。孩子拿了钱去买房，房屋登记资料一对照，发现他过去收入根本不足以支付，税务人员一问就露馅，或者兄弟姐妹日后因财产争议闹上法院，在调查中揭露父母曾给某个孩子巨款，再或者税务单位在查你其他税，例如综合所得税或遗产税时，调出了过往资金往来记录，一看发现你的存款某年曾大幅减少几百万，而子女账户相应增加，就会顺藤摸瓜查询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不要低估税务员的好奇心，与其将来东窗事发补税加罚，不如一开始就遵守规定，把该申报的申报，该缴的缴了。更何况透过合理的税务规划，本来就能把税负降到最低，我们完全没必要冒违法风险去省那点不该省的钱。最后，我们来讨论如何才能放心地支配自己的钱，做到合法运用与聪明规划。听完上述分析，可以明白，不论是银行监控还是国税局关注，都有其明确的触发条件和背景因素。掌握规则，事先规划，你的钱还是由你做主，不会莫名变成别人口中的罚款。以下提供几点建议，让大家安心运用资金。第一，大额交易坦荡荡，如果需要一次处理较大金额的现金，不要畏首畏尾，该领就领，该存就存，同时主动配合必要的身份确认和资料提供。正如前文所说，50万通报只是例行公事，不必因为怕通报就把行为搞得鬼鬼祟祟，带着正当的理由走大路，反而比绕小路更安全。记得携带证明资金用途的文件，例如合约、收据等。当你表明自己光明正大之后，银行人员反而放下心来，后续申报也只是走流程，通常不会有额外的问题。第二，别当隐形富豪。有些人平时习惯低调行事，不爱在账面上留下记录，喜欢大量使用现金交易。然而在现代金融环境中，过度依赖现金反而容易引起怀疑。与其偷偷摸摸，不如适当运用银行转账、支票或其他正规管道，让每一笔资金流动都有迹可循。这些有记录的交易方式透明可查，更能证明你的资金来路正当。当然，大额转账有时也会被问原因，但道理相同，如实说明即可。如果实在需要大量现金在手，也可以事先通知银行你的需求，让他们有所准备。总之，不要让自己的行为看起来像个谜，越神秘越容易被盯上。第三，赠与规划提早做。想资助子女或晚辈，可以提前做好规划，善用每年的免税额和相关优惠。比如预计给孩子600万，不妨分2到3年进行，在合法免税范围内逐步转移财产。夫妻也可以协调分担，例如今年部分由父亲赠与，明年换母亲赠与，如此累积双方的免税额度。若碰上婚嫁等特殊时机，更要把额外的免税额算进去，别白白错过。虽然这样做需要一点耐心，但可以省下一大笔税金，而且全程光明正大。最忌讳的是临时起意，一下子转出很多，又不申报，还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那只会给自己和孩子都带来税务风险。提醒一下，赠与的形式不一定是直接给现金，也可能是父母替孩子支付大笔费用，例如房子的头期款或婚礼开销。这类替他人支付而自己不求偿的行为，在税法上也算赠与。
如果发生这种情形，也最好按照赠与规定来处理，免得日后被认定漏报。第四，拿不准就问专家。税法和金融规定对一般人而言确实有些复杂，如果拿不准自己的计划会不会踩线，最好在执行前咨询专业人士，比如会计师或记账士。资深会计师可以根据你的情况提供合法节税建议，帮你避开不必要的风险。就像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，其实很多观念都是专家们反复提醒大众的，平时多关注这类资讯，才不会被网络上一些危言耸听的内容给误导。听听专家的意见，胜过自己道听途说后瞎操作。说到底，我们存钱赚钱，无非是希望让家人和自己过得更好。政府设立这些监管和税制，并不是要和良民百姓过不去，而是为了防范不法和维持公平。只要你了解游戏规则，还是可以轻松自在地运用自己的钱，不用担心平白无故被罚走。那些网络谣言之所以耸动，正是利用大家对规定不熟悉的恐惧心理，把正常的制度渲染成洪水猛兽。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知己知彼，知道哪些事该做，哪些红线别碰。回到一开始的问题，10月开始，只要超过某金额或用某方式领钱，国税局可能盯上你。现在答案已经很清楚了，相关规定行之有年，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的。10月新规，超过50万提领现金要通报，这不假，但那只是正常的监控措施，真正要避免的是那些不正常的操作方式。而退休金变罚款，更是危言耸听的说法。只要你没违反规定，辛苦累积的退休金怎么可能莫名其妙变成罚款呢？所以，与其害怕，不如静下心来，把自己的资金安排理一理，哪里需要调整的就调整，哪里有疑问的就多问问。只要守法理财，聪明避税，你的退休金就会安安稳稳的为你服务，绝不会平白变成什么罚款。